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上一集我们讨论了 ADHD 在感情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样貌，或者是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不知道你是否心有戚戚焉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如果你身边所爱的人有 ADHD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还有你可以怎么样应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首先呢，我想大家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健忘。ADHD 的人常常呢，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不足，所以呢，常常你跟他说的事情呢，他马上就忘了。例如说，你跟他说，可以麻烦你帮我买一项东西吗？然后他会说好，然后人就出去了。结果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又或者是呢，人一走到超商，或者是走到他需要去买东西的地方，马上就忘了他其实来这里干嘛，或者是要买些什么，然后就买了自己想要买的，人就又回来了，然后完完全全忘记你跟他说的话。这样的事情呢，在生活当中很常发生。我个人还蛮建议，就是例如说用一个 sticky note， 又或者是说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小提醒。例如说呢，如果你希望他去帮你买东西的话，你可以把它列一个清单，又或者是呢，你把它传简讯的方式呢提醒他这是你需要的，请他去看的时候记得。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话的时候很容易晃神。你会发现呢，其实患有 ADD 或 ADHD 的人，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常常讲话讲到一半，这个人眼神就空掉了，然后好像这个人也不在这里，然后可是他又一副我有在听啊，我听到重点啊之类的。身为跟他们相处的人会觉得蛮挫折，或者是甚至如果又把这些事情个人化一点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他很不尊重你，你在说话的时候他都没有专心听，好像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那这个是第二个常见的一个跟 ADHD 的人相处的时候常会遇到的一个部分。对于他们讲话的时候容易晃神，这个部分该怎么办呢？要先有第一个部分，就是去了解这不是他故意的，而是他们在说话过程当中呢，因为注意力不足的部分，容易会造成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注意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说，现在要不要先暂停，我们改天再来讨论这个，或者是晚一点再来讨论。很显然现在可能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谈话时机，还是你要之后再找时间谈，又或者是尽量长话短说，我把一些重点先列出来，那你再告诉我你的想法如何。因为知道他们的注意力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延长，所以我尽量会把自己想要说的用重点式的方式说出来，那又或者是呢，在他们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再来跟他们沟通一些事情。第三个呢，其实就跟第二个很像，就是呢，很容易爱插嘴。讲话的时候呢，一个忍不住，他们自己想到了什么，他就会直接插进来。又或者是呢，他想要跟你讲什么，可是他很怕他会忘记，所以呢，在你还在讲话，讲到一半还没讲完的时候，他就马上插嘴插进来，然后也不管说你刚才在说什么，或者是你说的话其实还没有说完。那其实就会让人家觉得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又或者是你好像都没有在专心听我说话，因为我才说话说到一半，你插进来的话有的时候是相关的，有时候是完全不相关的，但是就只是因为你想要说，所以你就插进来说了，这会让人觉得好像不怎么被尊重的感觉。那第三点呢，讲话爱插嘴，我想这个部分呢真的就是必须要时时的去提醒，因为这个其实真的不是他们故意，而是他们就是一个冲动就讲出来了。那可能我就会适时的提醒他们说，我刚才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有说完，我希望你能够听我说。又或者是呢，好，我记得你要说这件事情，可以先让我把我要说的说完吗？等等，我会再回来问你这件事情。
所以呢，就是用一个提醒的方式来告诉对方说，你插嘴，但是我又不是用一个比较指责性或者是批判性的方式，而是让他知道说我听到你想要说些什么了，但是我还有话没有说完，先让我把它说完，那等等我们会回来听你想要说什么。这也是让他们能够练习维持自己所想要说的一些事情，然后让他们维持那个注意力跟专注力，还有他们的记忆力。第4个呢，就是爱吵架。我会发现呢，蛮多 ADHD 的人都很聪明，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在说话的时候，一个冲动，然后又一个注意力不足，然后又加上他们其实思绪非常的快，导致于呢，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忍不住会想要跟你辩，然后就容易会陷入一个在争辩，然后变成吵架的一个状态。那有的时候呢，其实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呢，因为大脑运作的关系，我们之前的几集都有讨论过了，导致于他们会忍不住跟人家争吵。那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常常遇到的一个困难之一。第4点和第2点非常像，就是另外再找一个比较适当的时机跟状态，在彼此都比较冷静的时候再来讨论想要讨论的议题，这样也会比较有效的沟通，避免争吵哦。第5个呢，就是容易感到无聊。对于 ADD 跟 ADHD 的人呢，其实他们真的很需要外在刺激。如果在家里头，或者是在生活环境里头，在工作环境里头，没有其他的挑战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觉得很无聊。你就会发现他们常常在那边就是闹脾气啦，或者是不高兴啦，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被困在一个地方的那种状态，然后搞到自己很不开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来自于他们觉得太无聊、太乏味、没有趣，然后他们需要去找一些事情，或者是他们需要站起来、需要去动、需要去做别的事情，他们才能够满足注意力不集中，还有他们的冲动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他们非常的需要有挑战性跟奖赏。其实呢，我想这一点对于很多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都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如何提供更多不同的新鲜、新奇的事情，还有刺激，还有挑战，那能够让他们在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就是有一些新的尝试，对他们而言，他们就会觉得说，还不错。那如果是成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时不时的去尝试一些新的活动，做一些新的事情，那他们就会觉得这样子还蛮有趣的，这样子还蛮好玩的，或者是这还挺有趣的嘛，还蛮新鲜的。不见得他们一定会喜欢，但是只要是新奇的东西，其实他们都会蛮乐意去尝试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除了给他们多一些新鲜的刺激跟挑战之外呢，也需要不断给他们奖赏。所谓的奖赏呢，我们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过，就是 ADD 跟 ADHD 的人呢，他们其实在大脑里头缺乏就是多巴胺，而多巴胺呢就是一个奖赏机制。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多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多多给他们一些口头上面的赞美，那他们就会变得非常的开心，那就是一个 reward。 那有这样子一个 reward 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乐意再持续做其他的事情，包括做家事。偷偷跟你们说，这招对很多男人也有用哦。第6个呢，其实我相信对于有 ADD 跟 ADHD 的人也造成相当大的困扰的部分，但是跟他们相处，尤其是住在一起，家人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他们的生活跟环境呢其实都还蛮混乱的。怎么说呢？例如说环境呢，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周遭呢其实很难维持一个整洁的一个状态，就是东西可能走到哪里拿到哪里就放到哪里，然后放了自己还忘记自己放到哪里，所以常常就是会丢东西。又或者是呢，你会发现那个房间呢可能东西都是摆着，就是摆在桌面上和地面上，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这样比较好拿取。但是呢，身为家人就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乱，然后会有点受不了。那这就是在 ADHD 他们生活当中很常会遇见的一件事情。那生活很混乱的部分呢，其实跟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些决策啦，还有生活的规划有关。
例如说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ADD 或 ADHD 的人呢，很喜欢揽一大堆的 project 来做，因为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有趣，我想要做，那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也不错，我很有兴趣，所以在每一件事情的开头呢，都很有兴趣，他都会很想做。但是呢，因为没有一个好的组织规划的能力，导致于呢事情没有办法完成，或者是事情做到一半就觉得好无聊，又或者是呢事情做到一半觉得东西太多了，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可是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去把它完成，没有那个体力，没有那个精力，所以到最后呢事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然后导致自己变得非常的挫折。所以这是在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环境呢，反映出他们内在的一个状态。生活跟环境都很混乱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是可以从小地方开始慢慢培养的。我相信对于很多家长或者是另外一半容易感到很挫折，但是呢，相信我，他们也感到很挫折。所以呢，其实可以用引导的方式，一步一步带领他们，跟着他们一起慢慢的去整理一些环境的部分，练习把一些东西，例如说归位，固定放在某个地方，一起去想说这个东西可能放在哪里比较适合，然后甚至贴上标签，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们试着练习如何把生活用一个比较组织化的方式来慢慢管理，慢慢的他们会学习怎么样去管理好自己的环境。在生活的步骤上面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们同时间你发现他们开始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给自己揽了非常多的 project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好好的跟他们静下来，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讨论一下每一件事情的轻重缓急，有一个优先顺序，然后一步一步来，帮助他们一步一步的去规划他们自己的生活，慢慢他们也会学会。毕竟跟 ADHD 或 ADD 的人相处，有时候很像就是跟一个大孩子相处。那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协助他们把他们生活跟他们自己的环境管理好，对我们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这一点呢是我觉得还蛮鼓励，就是家人啊，身边的人能够透过引导的方式，陪着他们，帮助他们把他们生活可以过得更有管理性，更有组织性。那第7点呢，就是他们时间概念比较差，在跟他们约好说我们可能要去哪里哦，那可能7点半出门，那你会发现呢，有时候有 ADHD 的人他们会说好，那你其实大概很早就提醒他们，但是他可能7点15分的时候才开始准备，而且他会就是信誓旦旦非常有自信的告诉你说没关系，我5分钟就好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到7点35分他还在弄，还没有弄完，然后就会让身边人非常紧张，尤其是如果是小朋友，然后你是家长需要带小孩去上课的话，这种戏码几乎是天天上演，就会非常的挫折。我觉得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提醒呢，例如说呢，包括可能早上可能要早一点起床，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定一些不同的时间的闹钟。那对于 ADD 或 ADHD 的人，因为他们在于时间的概念上面是比较差的，那在推算呢，你跟他讲说7点30分要出门，他只会想说我只需要5分钟整理好我自己就好啦，所以他就觉得7点25分再来做都没有关系。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可能这中间还会需要，例如说可能花一点时间换衣服啦，又或者是要等着其他的人啊之类的，所以他没有算好所有的事情。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必须要变成用事后来反省检讨一下，看这样子的时间可能不够，那我们可能要再长一点，又或者是呢提醒他们你要再早一点出门，我们可能要再早一点开始准备，尽量让自己学习练习提早去做准备，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慢慢的让自己练习，觉得说这其实也可以是一件好事。因为当我早一点到一个现场的时候呢，我可能可以去听我喜欢听的 podcast， 又或者是呢我可以看我想要看的书，因为我如果提早到学校，或者是我提早到了一个地方的话，我可以提早准备我想做的事情，又或者是做一些我其实有兴趣但是可能平常很多时候我没有时间可以做的事情。那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你家人或者是你所爱的人呢有 ADD 或 ADHD 的时候常会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在生活上面的小撇步。不知道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或者是不知道这样子的影片对你是不是有帮助呢？又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生活上面的小撇步，欢迎在下面帮我们留言分享哦。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个赞跟分享出去。我们下次见了。